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晶晶。如果你的預算大約是落在40萬左右，你想要買一套可以陪伴自己很多年，而且每一次坐下來還是會忍不住一首接着一首聽下去的 Hi-Fi 系統，那你會怎麼選呢？是選擇傳統的前級、後級 DAC 串流播放器，然後桌上擺滿器材啊，後面接滿線？還是會希望只要一台機器就可以把串流、DAC、擴大機、空間校正，甚至是電視的音效全部處理好。那如果你想要的不只是好聽啊，你還要簡單好用，甚至是家裡每個人都可以輕鬆的操作，那今天這套組合呢，真的非常值得你繼續看下去。今天要介紹的是英國的 Wolfdie Aura 3搭配 NAD Master 系列相當具代表性的串流綜合擴大機 M33。那一邊延續 Wolfdie 的自然啊、寬鬆、耐聽，還有它的音式調音。那另外一邊呢，整合 Blue OS、DAC、Purify Eigentakt 放大技術、Dirac Live 空間校正以及 HDMI EARC。這套系統的總價呢接近40萬哦，實際聽起來究竟有什麼魅力，又值不值得入手呢？今天帶大家從外觀啊、核心技術、擺位到實際的試聽，一起來深入探討。第一眼看到 Aura 3呢，它最吸引我的其實不是它的尺寸哦，而是它整體的做工跟設計感。很多中高階的落地喇叭，它為了強調性能，它外形呢就會比較偏向工業風啊。但是 Aura 3它明顯更重視居家空間的融合。它的箱體兩側啊帶有柔和的弧度，那搭配它高光澤的飾面啊、木質感，以及下方它帶有懸浮感的底座，放在客廳裡面呢，不會讓人家覺得是兩個大型的音響設備，反而更像是一件精品的家具哦。而且它的箱體呢比例相當修長，雖然是落地喇叭，但視覺上並不會有過度的壓迫空間。對於想要落地喇叭的規模感啊，卻又不希望客廳它被器材完全佔據的人來說呢，Aura 3它在外形上確實是非常討喜的。最上方這一顆呢，就是 Aura 系列最具辨識度的 AMT 氣動高音。它和一般的球頂高音的運作方式不太一樣哦。傳統的球頂高音它比較像是活塞，它利用振膜前後運動來推動空氣。AMT 則是它利用折疊振膜快速收縮跟展開，把空氣從折痕之間擠壓出去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個動作非常快的小型手風琴。那這種設計的優勢呢，它不只是高頻延伸會更好，更重要的是啊，這個振膜反應速度快，它可以降低瞬態訊號被拖慢或是模糊的情況。再看 M33呢，它不像是傳統的擴大機，反而它很像是 Apple 的產品。那以前代 M32的外觀為基礎啊，它們一樣是7寸的全彩 TFT 螢幕，它的解析度更高，畫質更細膩哦。而且背景的底色，它可以隨着專輯的封面，它的色調做融合變化。超大的彩色螢幕啊，它有鋁合金的外殼，還有它極簡的按鍵，所有的操作幾乎都可以直接用 Blue OS 這個 App 去完成。接着呢，我們進入硬核一點的規格部分。Aura 3呢，它定位在 Wolfdie 的中高階系列哦，它設計靈感跟部分技術呢，都是承襲自它更高階的 Elysium 系列，但是呢，價格相對更容易接近。那它採用的是3音路4單體的設計，那中間這顆呢是4寸的玻璃纖維矩陣中音，下方則是配置2顆5寸的玻璃纖維矩陣低音單體。這些中低音單體啊，它並不是單純追求振膜越硬越好哦，而是在剛性、重量跟阻尼之間取得平衡。如果振膜剛性不足啊，大動態的時候容易產生變形；但是如果呢，只有單純追求超高的剛性，那聲音也有可能過度明顯的材料特性。玻璃纖維矩陣振膜呢，它可以讓單體在保持速度跟控制力的同時呢，依然維持自然啊不生硬的音色，搭配高柔順度的旋邊啊，堅固的單體框架，還有它針對磁路的失真控制，目的呢是讓中低頻在大音量的時候仍然可以維持穩定。Aura 3呢，它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設計哦，就是底部的 SLPP， 也就是槽孔負載式的低音反射設計。那它不是把反射孔直接開在正面或者是背面哦，而是先讓氣流向下，再透過底座周圍的狹槽向外擴散。那這樣做呢，它可以降低反射孔高速氣流所產生的亂流以及風切聲，也會讓低頻更平均的在房間結合。它的頻率響應大約可以延伸到39赫茲，那靈敏度為88 dB， 標稱呢它阻抗是4歐姆，最低阻抗大約會落在3.1歐姆，所以呢它看起來好像不算難推，但是呢你不能只看88 dB 就認為它是隨便一台擴大機都可以把它推好。
因為當阻抗下降的時候啊，擴大機它能不能持續提供足夠的電流，才會真正的影響到低頻控制力跟動態的穩定度。那這也是我們今天會選擇 NAD 的 M33來搭配它的原因。M33它採用 Purify 的第一類放大技術，它在8歐姆的負載下，每聲道連續輸出它可以超過200瓦哦，在4歐姆的負載下可以超過380瓦。那你如果看短時間的動態輸出呢，4歐姆甚至它可以達到520瓦，峰值輸出的電流至少有25安培。而它的阻尼音數呢超過800，那阻尼音數它可以簡單理解成擴大機它對喇叭單體踩剎車的能力。那數字呢當然不是判斷聲音好壞的唯一標準，但是低音單體呢它完成一次向外的運動之後呢，擴大機它能不能迅速的讓它停下來，確實呢會影響低頻是乾淨利落的，還是整團糊在一起。所以呢 ，M33 搭配 Aura 3，它真正重要的是啊，不是它可以播得多大聲，而是在一般音量下，它仍然可以把2顆低音單體控制得非常穩。Purify 技術它想要解決的啊，不只是一般的斜坡失真，那也包括互調失真啊，還有負載變化，那以及不同喇叭阻抗對頻率響應造成的影響。很多擴大機呢接不上不同的阻抗喇叭之後呢，頻率響應它跟聲音的個性也可能會跟着改變。Purify 的目的呢，就是讓擴大機即使面對複雜的負載，它仍然可以盡量維持低失真跟穩定的輸出。那實際聽感上面呢，它不是刻意靠增加低頻量感來營造推力的。它給人的感覺啊是背景很乾淨啊，速度很快，動態來得很直接。那小音量播放的時候呢，人聲輪廓跟細節呢都不容易消失。它把音量拉高之後，聲音它也不會突然變得緊繃或者是粗糙。不過呢 ，M33 它的價值呢不只是一台大功率的擴大機哦，它內建的 BlueOS 的串流平台，它最高支援到24bit 192K 赫茲的高解析音樂，那也可以使用 Spotify 啊、Tidal、AirPlay 2以及其他 BlueOS 它支援的串流服務。另外呢，它也能播放 USB 儲存裝置或者是區域網絡 NAS 裡面的音樂檔案。換句話說呢，你不需要再另外購買一台串流轉盤啊，一台 DAC， 再用2-3條訊號線把整套系統接起來。手機打開呢，選一首歌 ，M33 它就可以直接播放。M33 它也配備 HDMI eARC， 只要你把電視的 eARC 端子直接接到 M33， 那電視開機之後呢，它就可以直接透過這套2聲道的系統播放聲音。音量呢，也可以使用電視遙控器控制啊。你平常看 Netflix 啊、YouTube 演唱會，甚至是一般電視的節目，你都不用再重新切換一大堆的設備。當然呢，Aura 3加上 M33， 它仍然是一套2聲道系統，它不會憑空變成真正的 Dolby Atmos 多聲道劇院。但是呢，它和一般的電視喇叭或者是入門的聲霸相比啊，它在人聲的厚度啊、左右音場、低頻規模還有動態表現上，仍然是完全不同的層級。接着是我認為 M33在一般居家環境裡面最有實際價值的功能，就是 Dirac Live 的空間校正。M33原廠它隨附的是 Dirac Live 的有線頻寬版本，可以校正到500赫茲。那如果升級完整頻寬授權呢，就可以把校正範圍延伸到整個可聽頻段。為什麼原廠先提供500赫茲以下的校正呢？因為一般客廳最嚴重的聲學問題，通常呢就發生在低頻到中低頻。房間的長、寬、高會形成不同的駐波，有些頻率呢它會突然暴增，有些頻率它卻會被抵消。Dirac 並不只是單純的調整 EQ 哦，它會在分析脈衝響應啊、時間跟相位的關係，再建立對應的修正濾波器。校正之後呢，最明顯的通常不是低音變多，而是低頻的位置更清楚，那尾韻縮短，貝斯它和鼓聲不再是全部粘在一起。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哦，Dirac它不是魔法，正確擺位呢仍然是第一步。那 Dirac 只是用來進一步的修正。接着我們講擺位哦 ，Aura 3它雖然採用向發射的槽孔式低音反射設計，它比一般後置反射孔更容易融入空間，但是這不代表呢它可以完全的貼着牆哦。在一般的客廳裡面，我會建議你先從距離後牆有大約留到50到70公分開始測試，那側牆盡量保留50公分以上的距離。
左右喇叭和聆聽位置呢，可以先接近等邊三角形，再依照空間進行調整。投影內傾角不要一開始就直接轉太多，建議先從5度開始。那如果覺得中央人聲不夠凝聚，再慢慢增加到10度左右。那如果音場開始變窄，或者是高頻變得太直接，就稍微減少內傾。每一間房間的寬度啊、牆面材質、座位距離都不同。正確做法，你是要先找到低頻最均衡、中央結像最穩定的位置，再使用 Dirac 進行細部的修正。如果靠牆太近啊，中低頻也會容易變得肥厚，人聲下盤也可能會跟着膨脹。但如果拉得太遠，也可能犧牲低頻量感跟居家的動線。音響擺位的最高境界呢，是在聲音跟生活之間找到家人可以接受的距離。實際體驗之後，我認為這套系統真正迷人的地方呢，並不是把某一項規格特別誇張哦，而是它把聲音啊、功能跟日常使用結合得非常的完整。Aura 3它的中頻呢帶有適當的厚度，人聲自然也不會過度的貼近。AMT 高音則是可以提供良好的延伸跟空氣感，卻不會讓聲音變得尖銳。雙5寸的低音規模呢，雖然不是大型落地喇叭那種排山倒海的路線，但在 M33 的控制之下呢，低頻速度、彈性跟層次都會相當的出色。而 M33 最大的價值就是這套系統，它每天真的都會被使用。打開 BlueOS 選歌呢，它就是一套高品質的2聲道音響。打開電視呢，它又可以透過 HDMI ERC 接收電視的聲音。Aura 3搭配 M33呢，它是一套可以在周末認真坐下來欣賞音樂，也可以在平常吃飯啊、工作或者是看電視的時候輕鬆使用的系統。最後我們回到標題啊，這套系統接近40萬，到底值不值得呢？如果呢你只是把它看成一對喇叭加上一台擴大機，那它當然不是一個便宜的組合。但是呢 ，M33 同時整合了串流播放器、DAC、前級、後級暢頭輸入、耳機輸出、HDMI、ERC 跟 Dirac Live。買音響呢，不能只看相同預算究竟可以買到多少器材，還要思考說這套系統會不會讓你每天都願意使用。Aura 3搭配 M33的優勢啊，就是把中高階的 Hi-Fi 聲音表現濃縮成一套非常容易使用的系統。所以呢，這個40萬元買到的不只是聲音哦，還包括整合度啊、操作便利性、空間校正能力，還有音樂跟電視共用的彈性。整體來說呢，如果你的預算落在這個級距啊，想找一套可以陪伴自己很多年，而且家人也可以輕輕鬆鬆的操作系統，那麼 Wolfdie 的 Aura 3搭配 NAD 的 M33，確實非常值得列入試聽的名單哦。如果還有想看哪些器材對決呢？歡迎在留言處告訴我們哦。如果想要親自體驗，也歡迎到我們英格蘭門市預約試聽。喜歡這類 Hi-Fi 啊、串流音響以及音響試聽的分享的內容，別忘了幫我按讚、訂閱、加分享哦。我是晶晶，我們下次見，大家拜拜。